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薇的频道。还记得咱们之前聊过的宁波五月岭女婴小洛西的悲剧吗？这个事件从曝光开始，就让无数网友揪心。一个早产但发育良好的宝宝，一场被医生称为入门级、成功率极高的心脏手术，最终却没能走下手术台。今天咱们不聊旧闻，重点跟进这起事件的最新进展。家属公布的尸检报告，直接把争议推向了新的高潮。而涉事医院的一波回应又删除的操作，更是让真相变得扑朔迷离。在进入正题前，咱们先花3分钟快速回顾一下事件的核心脉络，帮大家理清时间线。时间回到2025年11月，小洛西是个早产宝宝，提前1个月出生，但后续儿保检查一直显示发育良好。转折发生在11月11日的例行检查，心脏彩超提示有2处房间隔缺损。家属特意咨询了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的心脏科主任陈军贤。根据后续官方报道和家属自述，这位主任明确说孩子符合手术指征，必须尽快做，还强调不做可能影响发育，甚至导致脑瘫。同时打包票说这是入门级手术，成功率 99.5%，200个里才可能有1个不成功，风险几乎为0。尽管家属原本想观察一段时间，但在医生的反复劝说下，还是同意了手术，时间定在了11月14日。术前医生告知手术时长2个半到3小时，结果实际手术做了7小时10分钟，加上术前准备，全程长达9小时。更关键的是，术中出现了缝合失败、被迫2次开胸的重大变故，医院却全程没有告知家属。术后孩子被推出时，面色黑紫，全脸肿胀。医生却对家属说手术成功。后小洛西被直接转入了 PICU， 当晚10点03分，小洛西经抢救无效离世。事件发酵后，宁波市卫健委11月17日成立了专项调查组，12月14日发布通报，明确医疗团队存在风险评估不足、手术操作过失、术中突发情况未告知、术后监护有缺陷4大问题。涉事主刀医生、麻醉科主任等被免职停诊，医院领导也受到了相应处分。原本大家以为官方通报会是阶段性节点，没想到更重磅的信息还在后面，这就是咱们今天要重点聊的尸检结果。在小洛西离世后，悲痛的家属始终坚信要靠科学和专业寻求真相。为了确保尸检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他们没有选择本地机构，而是特意委托了国内法医界的权威刘良教授团队来主导尸检工作。熟悉法医领域的朋友应该知道，刘良教授可不是普通的法医，他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2级教授，更是完成世界首例新冠肺炎逝者遗体解剖的核心人物。从业40余年，经办过7000多起疑难案件。从武汉理工大学教授案到湖南黄敬案，他用精准的鉴定结果多次守护司法公正，还当选过 CCTV 年度10大法治人物，被誉为逝者代言的正义之眼。根据权威媒体报道，11月26日，刘良教授亲自抵达宁波殡仪馆操刀尸检，整个过程由卫健委、医院和家属3方共同见证。尸检工作最终由刘良团队所在的湖北重新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正式报告。要知道，这家中心是湖北省唯一同时获得国家级资质认定与实验室认可的社会鉴定机构，而刘良团队更是这里的核心专家力量。正是这份经过严谨流程、由权威团队出具的报告，在12月19日晚被小洛西的妈妈通过社交平台发布后，直接颠覆了之前医院的部分说法，让整个事件的争议焦点发生了根本性转移。咱们逐条拆解报告里的关键信息，每一条都分量十足。第一个核心争议，术前诊断的1厘米房缺是否存在？医院术前诊断小洛西有混合性房间隔缺损，主刀医生更是强调需要紧急手术，但尸检报告明确写着检见其冠状窦口无异常，冠状窦走行于左右心房后侧，未见局部缺损，未见垂直静脉，自主动脉加压注入清水，可见清水自冠状窦口流入右心房，左心房未见清水流出。综上，未检见冠状窦型房间隔缺损。
简单说，家属认为医生说的1厘米房缺对应的冠状窦型缺损，尸检里根本没查到。这里插一句，后来医院在自己的公众号里回应时提到，尸检报告里也写了房间隔缺损大小为 1.0 厘米乘 0.9 厘米，不是家属说的 0.3 厘米。还解释说，尸检时心脏停止跳动比生前充满血时缩小了，1厘米房缺对5个月宝宝影响很大。但家属的核心质疑是，没有医生所说的那种需要紧急手术的缺损，这就形成了关键分歧。到底是诊断错误，还是对缺损的类型和手术必要性的认知差异？第二个震撼发现，多处手术部位未缝合。尸检报告显示，小洛西右侧第3至4肋间见长 6.5 厘米的横行手术窗口未缝合，心包右侧见长 5.0 厘米的未缝合手术切口。更关键的是，剪开上述房间隔缺损补片缝合线，见另一心包补片部分在位，未覆盖房间隔缺损全部，一侧缝合于房间隔缺损下后缘处，另一侧游离状。这意味着手术结束后，不仅体表有窗口没缝，心脏内部的补片也没固定好，有一部分是游离的。稍微了解医疗常识的都知道，手术窗口，尤其是心脏手术的窗口，未缝合是极其严重的操作失误，这也让家属强烈质疑手术的规范性。第三个关键结论，死亡原因与手术并发症直接相关。尸检报告综合分析认为，小洛西符合因继发孔型房间隔缺损行修补术，并发心力衰竭、呼吸功能衰竭而死亡。这直接把死亡原因和手术操作关联了起来，也印证了之前官方通报里提到的手术操作过失，并非空穴来风。家属公布尸检报告的第2天，也就是12月20日，涉事的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在自己的公众号发布了一份情况说明，试图回应争议。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份说明发布后没多久就被删除了。这波操作直接让舆论炸开了锅。咱们先看看医院这份短命说明里说了些什么。核心内容有2点，一是强调尸检报告里写的缺损大小是 1.0 厘米乘 0.9 厘米，不是家属说的 0.3 厘米。二是解释尸检时心脏停止跳动会缩小，1厘米左右的房缺对5个月患儿生长发育影响很大，言外之意是手术指征没问题。但这份回应完全没提及手术窗口未缝合这个关键的质疑点，也没解释补片游离的问题，更没说明为什么术中变故不告知家属。至于为什么删除，外界有多种猜测，有人认为是回应内容漏洞太多，无法应对后续质疑，也有人觉得是医院在舆论压力下暂时退缩，等待更权威的鉴定结果。但不管原因是什么，发布又删除的行为无疑让医院的公信力再受重创。而舆论这边已经彻底沸腾，首先是公益人韩红的发声，直接把事件的热度推向顶峰。韩红说自己接触过几百名医疗专家，略知一二。他指出，小洛西心脏实际缺损只有3毫米，5个月大的孩子有机会自愈，就算不能，也该等大一点再手术。现在手术太轻率，手术过程中那么多过失，连手术窗口都未缝合，这与术前诊断的1厘米房缺需紧急手术及医生宣称的入门级高成功率形成强烈反差，还痛斥这个病例错得太离谱，太让人气愤。网友的情绪更是被彻底点燃，大部分人站在家属这边，质疑医院误诊误治，操作不规范，回应避重就轻。也有部分网友理性表示，需要等待更权威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果，不能仅凭片段信息下结论。还有人关注到官方通报里提到的手术间全景监控无存储功能的问题，认为这给真相调查带来了阻碍，呼吁更高层级的机构介入监督。在舆论持续发酵的同时，小洛西的家属并没有陷入情绪内耗，而是坚定地走在寻求真相的道路上。一系列后续行动也让事件的解决有了明确的方向。根据红星新闻等权威媒体报道，早在12月12日，法院就已经受理了家属提出的诉讼，正式开启了司法维权程序。更让人揪心的是，家属还遭遇了隐私泄露的2次伤害。
个人隐私和就医记录被无端泄露，随之而来的还有大量不实信息的传播和无端指责。这让本就沉浸在丧女之痛的家庭雪上加霜。对此，家属已经正式报警，属地公安机关早在11月27日就已受理了这起隐私泄密报案。他们呼吁舆论能理性发声，停止这种无底线的伤害。而在12月21日，家属又迈出了关键一步，明确提出希望委托中华医学会开展医疗事故鉴定。熟悉医疗纠纷处理的朋友都知道，中华医学会作为全国性的权威医疗学术机构，其鉴定结果的专业性和公信力更受认可。家属选择委托其鉴定，就是为了最大限度排除干扰，拿到一份公平公正的结论。面对媒体采访，家属的诉求始终清晰而坚定。从始至终，他们想要的都不是额外的补偿，唯一的诉求就是真理，搞清楚孩子的真实病情到底是什么，手术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孩子的离世到底该由谁来负责。这份对真相的执着，既是对小洛西生命的交代，也是对所有关注这起事件的公众的回应。如今，小洛西的悲剧早已超越个案本身，它成为映照医疗体系漏洞的一面镜子。诸多媒体也借此剖析了事件背后暴露的深层问题，值得整个医疗行业警醒和反思。第一个突出问题是术前风险评估机制的缺位。新京报等媒体指出，儿童心脏手术属于高风险4级手术，本应充分论证患者个体差异和手术耐受度，但涉事医疗团队却简单将房缺等同于紧急手术指征，甚至用脑瘫等表述误导家属，完全违背了审慎的诊疗原则。医学共识里，5毫米以下的无症状房缺1岁内自愈率超 80%。即便小洛西的缺损尺寸有争议，也该结合临床症状综合评估，而非仓促推进手术。第二个问题是手术证据保存规范的严重不足。官方通报明确提到，小洛西手术所在的手术间全景摄像头未配置存储介质，不具备回放功能。这就意味着手术全过程中最关键的影像证据无法追溯，一旦发生纠纷，就会形成过程黑箱，给真相调查带来极大阻碍。有媒体对比了国外经验，比如韩国就早已立法强制手术时安装可回放监控，保障患者权益。而国内部分医院合规却不合理的监控配置，显然难以满足医疗过程透明化的基本要求，也让医患互信失去了重要的支撑。第三个问题是过度医疗的防范机制缺失。从术前入门级手术风险几乎为零的打包票，到对手术必要性的过度渲染，再到术后对操作失误的刻意隐瞒，整个过程都透露出对医疗本质的偏离。医疗的核心是救死扶伤，而非盲目追求手术量或经济效益。这起事件也让公众重新审视过度医疗的危害。当诊疗行为脱离了患者的实际需求，再小的手术也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最后，小薇想说，每次回望小洛西的故事，都忍不住的难过。那个才来到这个世界5个月的小生命，还没来得及好好感受父母的疼爱，还没来得及看清这个多彩的世界，就带着一身伤痕离开了。这是任何语言都无法抚慰的伤痛。而他的父母带着这份深入骨髓的悲痛，依然坚守着对真相的执着，这份坚韧让人心疼，更让人敬佩。我们可以持续关注事件进展，但请记得，我们的关注是为了推动真相大白，为了守护医疗公平，而不是成为伤害家属的又一把刀。多一份理性的等待，少一些无端的揣测；多一份温柔的共情，少一些尖锐的指责，就是对这个破碎家庭最好的支持。最后，请大家关注小薇的频道。后续如果中华医学会的鉴定有了结果，法院审理有了新的进展，作为小洛西电子妈妈的一员，小薇也会第一时间在频道更新，陪着大家一起等待那份迟到的正义。关于这起事件，你有什么看法？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交流。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是小薇，我们下期再见。给你赚钱去了。是的。今天今天
还抬头了是不是啊？头抬得很好啊。来不及爱，来不及痛，来不及牵住你的手，原谅我脚步匆匆。来不及恨，来不及痛，来不及在下个路口幸福回首。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